欢迎回来。七国集团峰会刚刚落幕，北约峰会即将开场，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已转场布鲁塞尔。而就在峰会前，北约与俄罗斯各自在多方向展现军事力量。被法国总统马克龙形容为已经脑死亡的北约，此次峰会将重点讨论哪些议题？能否如拜登所愿展现团结？来看看报道。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之前，美国总统拜登专程前往温莎堡与英国女王会面。当地时间周日下午5点左右，拜登乘坐一辆黑色路虎抵达城堡，并带着他的飞行员太阳眼镜下车与女王会面。通常情况下，英女王会在白金汉宫接待美国总统，但受疫情影响，这一次的接见被搬到他近期常驻的温莎堡举行。尽管拜登夫妇只是来和女王喝个下午茶，但英方的阵仗却很大，不仅出动了礼仪队，还燃放了皇家礼炮，相当隆重。外界注意到，拜登夫妇与女王共同观看阅兵式后，准备离开主席台进入礼堂喝茶时，拜登试图伸手搀扶女王，但遭到拒绝。95岁的女王坚持自行走了下来。纽约时报当天的报道称，茶叙过程中，拜登同英国女王交换了各自在白宫和温莎堡的生活经历。拜登曾在1982年以参议员身份访问英国，并和伊丽莎白2世见过面。时隔39年，再次与女王会面的拜登赞扬其非常亲切。She was very generous, very. I don't think she'd be insulted, but that my mother. She reminded me of my mother in terms of the look of her and just the generosity. 英国王室传记作家马修·丹尼森近日为英国《每日电讯报》撰写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说，伊丽莎白2世女王受到人们的钦佩和尊重，这些特质使她成为英国处理与美国关系的秘密武器。丹尼森指出，在女王执政期间，英国与美国打交道时，一直将女王作为谈判工具，而女王也一直对这个重要盟友非常感兴趣。算上在今年 G7 峰会期间与拜登见面，伊丽莎白2世已经见过13位美国总统了。对于英国皇室来说，茶会和仪仗队这种象征性的礼物和礼节代表着友谊，而这一直是英美两国外交政策的基石。美国、英国之间如果有些比较难以沟通的议题，那么通过与女王的这样的一种沟通交流，也会有助于双方之间对一些分歧性议题的化解。这确实是美英之间特殊关系能够持久维系下去的一个便利的条件。拜登随后奔赴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英国《卫报》的报道称，拜登此行不仅是为了挽回被特朗普伤透心的北约盟友，更关键的是将继续向盟友散播所谓中国威胁论。刚在美国与拜登面对面通气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简报会上公布了此次峰会议程，并称如何应对俄罗斯和中国成为首要议题。他周日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上的合作越来越密切，他认为这给北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斯托尔滕贝格还渲染，中国的崛起给北大西洋地区带来极其严峻的挑战。China soon will have the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They already have the second biggest defense budget, the biggest navy in the world, and they are investing heavily in new modern military equipment that affects our security. And China does not share our values. So all of this makes it important for NATO to develop a policy, to strengthen our policy when it comes to China. 白宫也在同一天表示，因应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尤其是俄罗斯的侵略政策和行动，以及中国对北约集体安全构成的威胁，今年的峰会将修改引领北约的战略概念，并预计在2022年的峰会上正式通过，以确保北约在2030年及其后持续给予安全保障。《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认为，北约自诞生以来就和中国无关。美国主导的北约当初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苏联方面的军事威胁。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为了让北约继续存在下去，又把俄罗斯视为头号敌人。至于中国和欧洲，既没有在陆地上接壤，也没有处在同一片海域，并无危及到欧洲安全的可能。但拜登持续渲染中国威胁，正是希望协调盟友立场，对北京形成所谓高压态势，这无疑也改变了北约的初衷。事实上，北约内部在对华战略方面显然存在不少的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在上周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直言，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敌人有谁，在哪里。马克龙表示，针对北约来说，应当制定针对俄罗斯的完备战略，而中国不应该成为北约的优先处理事项。
2019年11月，马克龙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就坦言，北约内部缺乏战略协调，正在经历脑死亡。他警告欧洲其他国家，美国显然已经抛弃了欧洲，站在悬崖边上的欧洲需要思考自己的战略问题，否则将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评价马克龙上述言论过于激烈，而在1年多后，默克尔却不再对此进行劝阻，显示欧洲内部已经出现了更多希望战略自主的声音。法国不是一个寻求霸权的国家，它是希望能够以多极的军事的理念与其他国家处理关系，希望欧洲的安全和防务自主性能够加强。而美国呢，霸权思维严重，不容忍任何与它相匹敌的国家出现。这就意味着法国跟美国双方的对外秩序观也存在着非常深刻的这种分歧，种种分歧聚合在一起，使得法国在涉及到北约是要加强还是适度的调整和改革方面，跟美国的分歧和对立始终是很严重的。外界注意到，本月6号至18号，以美国为首的16个北约成员国以及瑞典、芬兰举行的波罗的海2021军事行动演习，包括美军 B-52H 战略轰炸机也参加了演习。北约在俄罗斯家门口大秀肌肉的同时，上周四，俄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宣布，将在9月的西方2021首长参谋部战略演习之前举行一系列预备演习。在此之前，俄罗斯武装力量进行了突击战备检查，包括里海舰队15艘舰艇驶入黑海等，涵盖海陆空力量进行了大规模机动部署。对此，即将和拜登在瑞士日内瓦会晤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周日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称，俄方始终在国际战略安全领域恪守义务、审慎行事，但美国却频繁勾连盟友，在欧洲部署导弹和武器系统，这触及到了俄罗斯的安全红线。为了不引发更大冲突，在现今情势之下，俄美双方急需恢复和建立对话。Мы говорили там о вопросах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 этих красных линиях, о возможном размещении всяких там боевых систем ракетных, ударов и так далее. Вот я же говорил про Польшу и Румынию. Там уже разворачиваются системы ПРО, и можно поставить им ударные комплексы. Но мы-то с Кубы убрали наши военные базы. Мы же этого не делаем. А наши партнеры, к сожалению, занимаются именно этим. Но я очень рассчитываю на то, надеюсь на то, что вот эта личная встреча, повторяю еще раз, хотя бы создаст условия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мы могли обсуждать проблемы подобного рода. 此前，绍伊古5月31号在会见高级军事官员时宣布，将在西部军区组建约20个新兵团和编队，以回应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在西部战略方向的威胁。绍伊古称，到今年年底，西部军区将再设20个兵团和编队。这些组织措施与供应现代化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同步进行。西部军区军团今年将投入使用约2000件新武器。七国集团峰会落幕，公报充满了意识形态挑衅，多处干涉中国内政。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进行了言辞驳斥。拜登走出去外交首秀，表面上一团和气，但是法德领导人却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给拜登面子。七国集团继续保持空谈大会本色。7个发达国家声称要为发展中国家筹集40万亿美元搞基建，又认捐10亿剂新冠疫苗给贫穷国家。看起来热热闹闹，但钱从哪里来了？毫不意外呢，这是西方国家政府请客、企业买单的非市场行为。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时间周日在英国康沃尔郡闭幕。主办方英国的一位礼宾官员表示，这是七国集团领导人多年来第一次能够融洽相处。他们周六晚举行了海滩烧烤，品尝了当地捕捞的纽林龙虾和康沃尔起泡酒。从表面上看，这一次G7美国的影响力应该说是上升了。那也就是说，表现出能够把各方聚集起来并且向着美国所期待的这个方向去推进。但是呢，背后还可以看出来，还比如说欧洲想欧洲的事情。日本想日本的事情，也就是西方7国的这种协调，国际协调，事实上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所表演的这些东西，它无外乎就是有一个平台，大家再聚在一起去讨论彼此都不相通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国际问题。那这一次表现的更加突出，也就是在疫情下，
那各方考虑的问题、考虑的利益显然是不一致的。七国集团峰会公报意识形态意味浓厚，强行打人权牌，并多处干涉中国内政。针对七国集团峰会公报多处谈及中国，并在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上对中国提出批评和要求，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表示，七国集团峰会公报相关涉华言论歪曲事实、颠倒是非，进一步暴露出美国等少数国家的险恶用心。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国及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尊重事实、认清形势，停止损害中方利益，多做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的事情，而不是人为制造对立和摩擦。这一次呢，针对中国的一些问题，那也就是说几个问题都是有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各国呢普遍的一个炒作，但是呢能反映出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西方各国事实上存在着国内政治问题，也就是内政问题驱动着各方在G7的平台上要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点，是内政的一次国际关系的折射。七国集团峰会公报还批评中国实施非市场性政策和措施。中国驻英使馆发言人强调，这种指责与事实不符，与道理不通，中方坚决反对。中国致力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比之下，美国等少数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动辄利用国家机器打压中国企业，给企业间的合作人为设置障碍，这才是典型的非市场性政策措施，违反世贸组织原则和市场竞争规则，是贸易霸凌行为。而实际上，美欧自身在贸易问题上的矛盾就没解决。在周日的发布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总统拜登，为何至今仍未取消特朗普政府时期对欧盟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的举措。对此，拜登给出的答复是：我需要时间。120 days, give me a break. Need time. 目前，美方没有解释拜登回答的120天是什么意思。拜登擅长提出外交和内政的宏大愿景。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白宫官网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时发布一项声明，称拜登提出建立一个由主要民主国家领导的、以共同价值观为导向、高标准和透明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以帮助缩小发展中国家40多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需求，称为重建更美好世界。路透社认为，这项计划针对中国的意味明显，但问题只有一个：钱从哪里来，钱又会撒到哪里去？在拜登提出的2.3万亿美元基建计划都被迫缩水的情况下，拜登政府拉上6个有钱的小伙伴，为发展中国家筹集40万亿美元的基建资金，这听起来是个无底洞。事实上，在对华问题上，美欧也有温度差。拜登上台后，在美国多个部门建立了所谓的中国工作小组。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在本次七国集团峰会上提议设立一个应对中国的特别工作组，但这引发了七国集团内部的分歧。德国总理默克尔欢迎成立工作组，但反对将其定性为反华行动。默克尔要求这个工作组成为七国集团与中国沟通合作的交流平台，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和经贸等议题方面。他强调，这个小组不是为了反对什么，而是要支持某些事。在这些领域，如果撇开中国，则将永远无法找到解决方案。如果一个G7的小组不管是针对任何问题解决任何问题的小组，如果能够成立，并且呢能够发挥作用的话，那么08危机以后，事实上G7就可以解决08危机的问题和包括欧债的问题、欧债危机的问题。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那不得不去靠G20这样的一个体制来去解决所谓的危机的问题。那么表面上搞出一个所谓的集体的小组来应对中国问题，事实上呢，不过是他们希望有这样的一种团结、一种共识，但事实上可能呢，目前看还是很困难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峰会结束的记者会上强调，七国集团不是对抗中国的俱乐部。他指出，他看到中国走出的道路在过去几十年让数亿人脱贫，同时他也承认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不同。马克龙强调，现在发展同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需要坦诚与尊重，七国集团应该去直面分歧，但不能把这种分歧夸大。
马克龙还建议七国集团在所有议题上都与中国展开合作。此前，法国总统办公室爱丽舍宫透露，在峰会开始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协调对华立场，强调欧盟不仅视中国为系统性竞争对手，但也是全球事务合作伙伴。首先呢，就是法国为首的这个欧洲各方，应该说他们考虑的问题历来就是跟美国不一致的。法国面临的是一个选举的一个进程，这个政治进程可能要求法国的领导人要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欧洲意识法国意识，而不是美国意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及其各方除了美国以外的各方非常清楚美国在做什么，也就是在G7峰会期间，那美国邀请中方做了一个外交高层的这样的一个对话。那这个G7除了美国以外的各方实际上是看在眼里想在心上。那这个已经反映出他们之间的不一致。在美方近期频频进行政治化操弄的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马克龙也强调，病毒才是人类共同的敌人。现在当然需要弄明白新冠病毒的来源，但不能听某个国家的一家之言。病毒的溯源应当基于清楚的事实，并通过所有国家的合作，由世界卫生组织来展开调查。显然，各方并不是愿意追随美国政治。也就是说，现在看的话，自然灾害大家心里都知道，那它有它的规律。但是呢，如果把它政治化的话呢，那就各方就要去为美国去洗地眼，去这个付出不应该付出的成本。这样看的话呢，不利于本国，也不利于整个世界的这种和平和发展的环境的建设。所以呢，总体上看，既然美国提出这么荒唐的东西的话呢，各方要坚持自己的正确的东西。《华尔街日报》指出，整体而言，七国集团峰会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实际冲击有限。新冠疫情在全球扩散后，中美、中欧、中日甚至中印贸易不仅没有缩减，反而继续增长。美国和盟友要在短期内改变这种状况，可能性微小。事实上，随着新兴国家的兴起，七国集团连自身问题都难以解决。七国集团逐渐流于形式，多家西方媒体批评本届七国集团峰会空谈的多，实干的少。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疫苗是这次峰会的核心议题，将致力于结束疫情大流行。英国外交官员则直接称这次峰会是疫苗峰会，七国承诺向较贫穷国家提供不少于10亿剂疫苗。但法国总统马克龙透露，7个国家将要求制药厂另外做出承诺，捐赠相当于其产量10%的疫苗。这意味着所谓的10亿剂疫苗将是政府请客，企业买单。而且按照拜登的说法，美国认领的5亿剂将分2批提供，今年2亿，明年3亿。英国宣称要捐出1亿剂，但目前仅制定了500万剂的捐赠计划。但按照此前世卫组织的测算，全球需要至少110亿剂才能达到70%的接种率。因此，七国集团的承诺不仅是杯水车薪，更是远水不解近渴。目前全球疫苗鸿沟不断拉大，世卫组织统计，截至上周一，富裕国家占有的新冠疫苗剂量占全球的44%，最贫穷国家仅占0.4%。美国媒体报道称，到今年暑假，美国多余的疫苗将超过3亿剂，并谴责拜登政府囤积疫苗是道德上的恶行。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呢，七国集团在会后终于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公报中的主要内容都跟中国有关，您对此如何解读？我们知道，7大工业国家集团原本只是一个旨在处理全球，尤其是七国集团内部经济问题的一个非政治性的组织。然而，这一次的公报内容不仅充满了浓浓的政治味，而且是有史以来意识形态色彩最为强烈的，几乎都通篇都充斥着所谓的人权与价值观念等词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跟过去的七国集团会后公报相比，这一次还点了中国的名，直接将矛头对准了中国的新疆与香港问题。除此之外，这份联合公报的第2大突出特点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介入了中国的台湾问题，并且在内容与措辞上跟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美韩领导人联合声明
以及日澳2+2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都保持了一致性。这显然是美国在背后完全操纵的结果。它标志着拜登政府在将日本、韩国与澳大利亚拖进台海局势的浑水之后，又把七国集团也拖下了台海局势的浑水。由于七国集团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组织，因此此举也就相当于是功能的把台湾问题给国际化了。这个口子一旦打开，意味着未来七国集团干预台海局势有可能会走向常态化。第三，这份公报还介入了中国的东海与南海主权之争，并且第一次将东海问题与南海问题并列起来了。公报声称，七国集团领导人继续对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的局势严重关注，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与增加紧张局面的企图。我认为这背后应该是日本方面运作的结果。那么第四，此前有报道说，欧盟对美国总统拜登推动的重新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表示支持，并敦促中国给予研究人员完全的准入。七国集团的正式公报没有使用如此强硬的措辞，但是也顺应了拜登政府有关要求进行第二阶段及时、具透明度以及由专家负责、有科学依据的溯源调查的这么一种说法。公报中的第5大特点，在涉及中国与全球经济竞争议题上，明确了七国集团将采取集体方式，应对所谓损害全球经济公平及透明操作的非市场政策与做法。我们知道，即使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美国的挑唆下，中欧在人权和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纠纷，甚至是冲突，但是在经济领域，欧盟还是保持了自己的高度独立性与自主性。然而公报却明确了七国集团要在经济上抱团来应对中国。而在我看来，这份联合公报中唯一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原本英国首相约翰逊提出的有关设立特别工作组来应对中国的倡议，并没有出现在公报当中。其实，在七国集团峰会正式召开前，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在对抗中国问题上发出跟美国不一样的声音。那您觉得法德两国为什么没有能够阻止七国集团的抗华趋势？确实，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会前公开跟美国唱反调，的确是让不少中国观众以为七国集团内部已经出现了严重甚至是无法调和的分歧。这一分歧有可能会导致会后的联合公报无法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共识。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乎了大家的预料之外。这份联合公报的涉华部分虽然在措辞上没有美方平时表现的那么激烈之外，其余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都顺从了美国的意思。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基本上强势主导了这份联合公报的内容和精神。那么为什么法国与德国最终没有能够阻止这样一份全面反华的联合公报呢？从相关新闻报道来看，在会议的进行过程当中，法国与德国的确是跟美英等国家在涉华内容上产生了争执，会议气氛一度因此而变得十分紧张，会议内容一度变得十分敏感，以至于会务组不得不临时掐断了会场内的互联网。我认为七国集团有可能就是在断网的这几个小时之内，就涉华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并最终达成了妥协。达成妥协的原因不外乎是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在涉华问题上，虽然法国与德国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最终他们只是属于会场内的少数派，敌不过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甚至意大利等多数国家的意志。第二，在涉华问题上，法国与德国虽然跟美、英、加、意、日等国家有分歧，但这种分歧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并不是根本性的，所以最终他们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选择了向美国妥协。那么第三，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会前就涉华问题跟美国唱反调，并不是为了真心的反美国，而仅仅是为了给美国出个难题，
挫一挫美国老大的义气，以在未来美欧进一步的经贸谈判过程当中争取更多的筹码，让出更多的利益。而拜登总统有可能在会议过程中的确是满足了法德两国的要求，做出了更大的让步。不过，不管最终的原因是什么，这次七国集团会议联合公报的发表，都意味着拜登总统不仅阻止了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与欧洲国家离心离德，甚至是公然抬杠的态势，阻止了西方国家内部因此而出现的裂痕，而且已经成功的把七国集团操弄成了美国抗华的工具。未来随着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退出政坛，欧盟以及七国集团内部敢于对美国说不的声音将会进一步弱化。所以我们看到，拜登总统在会后高调宣布，七国集团峰会是一次非常合作与富有成效的会议，在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振兴全球经济和指名道姓的批评中国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日本近来在台海议题上不断搅动局势，继首相菅义伟日前悍然将台湾称为国家之后，又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再提所谓台海稳定，并妄称支持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美国拉帮结伙搞小圈子，煽动集团对抗，日本为何甘愿冲在第一线？周永生深入分析。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的联合公报还首度表明重视台海和平稳定，这是美国先后与日本、韩国、欧盟等国达成数次联合声明，再次提及台湾问题。分析认为，以此次G7峰会为分水岭，西方正式把台湾牌当成了遏制中国崛起的工具，并且明目张胆向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发出了错误信号。其中，日本在美国的怂恿下，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中国外交部正告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切实重信守诺，谨言慎行，不要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美国为首的 G7集团在英国峰会后的联合公报中加入关于中国台湾问题的相关条款，破天荒提及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称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台当局对于 G7的声明则是感激涕零。台外事部门发表声明，声称表示感谢各国领袖重视台湾问题，还妄称台海和平与稳定是打造所谓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事实上，此次 G7集团拿中国台湾问题说事，完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就多次以台湾问题为抓手，联合其他盟友对中国施加压力。今年4月美日首脑会谈，以及5月的美韩元首峰会，甚至美国的小弟日本也不断借欧日领袖峰会、G7外长会议以及本月举行的日澳2+2会谈，多次发表的联合声明都包含有台湾问题。此次 G7联合声明拿台湾说事，只不过是前面几次声明的整合版而已，并不值得惊讶。G7峰会呢，采纳了呢美国和日本前一段呢这个首脑会晤的时候，美日联合声明当中的内容，把美日联合声明内容呢涉及到中国的全盘呢搬入到了 G7的联合声明当中，这明显呢是对中国的一个打压和制约，想通过呢对中国面临的一些问题来对中国内政呢进行干预，对我们呢进行强力制约。很明显 ，G7的这种做法呢，我们是坚决反对的。观察指 G7峰会首次将所谓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写入声明，虽然是老调重弹，也无新意，但在这种特殊的国际场合干涉中国内政，显然是在设置重重政治陷阱。其逻辑前提是，无论台独分裂分子如何作妖，大陆都不能启动武统，否则就是破坏和平与稳定。其次，所谓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其逻辑是西方有干涉台湾问题的权利。值得一提的是，近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早在今年3月中旬，美日外长防长2+2会晤就无端牵涉台海议题。其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在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的通话中，要求日方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作为近邻对中国的内部事务保持起码的尊重，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了。但在4月17号菅义伟访美与拜登展开会晤后，更是时隔52年再次将台湾写入联合声明之中。而上次美日联合声明中涉及台湾的1969年，中日还未实现邦交正常化。
而在此次 G7 峰会期间，菅义伟在与拜登的会谈中又谈到所谓维持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菅义伟还在峰会上表示，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日本参议院上周五还通过了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决议案。而在上周三，菅义伟在国会与在野党党首辩论时，甚至公然称台湾为所谓国家。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第二天就表示，日本领导人将台湾公然称为所谓国家，严重违反中日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原则，严重违背日方迄今多次做出的不将台湾视为国家的郑重承诺。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事关两国间的基本信义，事关国际法治正义。我们严肃敦促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切实重信守诺，谨言慎行，不得以任何形式损害中国主权，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日本它呢是从切实利的战略视角来暗中呢反对海峡两岸的统一，在这个方面呢，应该说，日本它内心的那种关切比美国呢都要强烈。而在新冠疫情问题上，日本也与岛内民进党当局相互勾连。台湾急需疫苗，日本将自己不用的124万剂阿斯利康疫苗送台，这已激起台湾一些亲日企业和团体在日本右翼媒体产经新闻刊登感谢广告。被嘲讽为驻日代表的台当局在日联络人谢长廷，上周六则在脸书上转发消息并表示感谢，但是岛内网友并不买账。对于谢长廷的感谢，不少岛内网友发出不同声音。少恶心了！当初明明是大陆先要捐疫苗，被民进党当局挡了，还骂人家假好心。现在日本捐个124万剂，就感动得痛哭流涕，连疫苗也可双标搞政治。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对于刚刚落幕的 G7 英国峰会发布的公报，首次提及台湾海峡的所谓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你有什么样的观察？G7 公报这个所谓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表述，在我看来完全就是一句废话。中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懂得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种认知不仅来自于历史维度，更来自国际法层面。由于台湾海峡两岸都是中国领土，且海峡宽度在200海里以下，那么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台湾海峡水域除了两岸这个12海里以内的领海外大部分都是中国的专属经济区。中国家门口的这个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还需要你们一群外人在那假惺惺的科普吗？那么问题来了 ，G7 英国峰会为什么要将一句废话煞有其事地写入联合公报里呢？在我看来，这是美西方国家非常擅长的这个抓牌技能，叫做无中生有。台湾海峡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和平稳定的问题？当然是在台湾执政当局的这个台独行径触犯了反分裂国家法的时候。我们必须以武力的方式确保祖国的主权领土完整，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是美西方国家的潜台词是不，这是一个国际问题。言外之意，他们希望将台湾海峡在地理与政治这个概念上与英吉利海峡、直布罗陀海峡画上等号，是刻意塑造的海峡一边一国论，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为他们在政治上围堵中国创造更大的抓手。日本最近在台海问题上频频冒头，首相菅义伟不仅在G7峰会上大谈让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卫大会，前不久更假装口误，将台湾称为所谓国家。那日方为何此时频打台湾牌？日本政府为何会在近期突然加大与台湾勾连的力度呢？我认为主要有2方面的原因。首先，日本国内选举政治的背景是绕不开的。上个月，日本共同社实施了一次全国电话民调，结果显示，高达71.5%的受访者不满菅义伟政府的这个防疫表现。菅义伟内阁的不支持率已经飙升至47.3%，比4月份的这个数据进一步增加了11个百分点。菅义伟的民调数据出现了反对率高于支持率的死亡交叉。前不久，菅义伟在一档电视节目上暗示自己可能会在今年9月这个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之前宣布提前大选。9月份恰好是在这个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此刻他暂时无法评估这一届东京奥运是否是能够顺利办好，对他的选举是加分项还是扣分项。因此他需要进一步向党内亲台势力，也就是安倍晋三靠拢，寻求更大的赋能与支持。其次，从美日同盟关系的角度来看日本在台海问题上冲锋在前，很可能是拜登与菅义伟的一种政治默契与角色分工。
在中美关系越发微妙的时刻，美国将日本推到了台前，让菅义伟在敏感问题上替美国分担一部分所谓注意力，也是对中国形成一种所谓的多重施压。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正在成为又一个不可忽视的域外因素，或者说，从历史上看，日本从未放弃对台湾持续施加政治影响力。随着台湾海峡这个局势日趋复杂严峻，日本逐渐显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好的，谢谢吴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又是一年端午至，受新冠疫情影响，台湾今年的端午节格外冷清，不仅各式各样的活动被迫取消，民众还要面对团聚无望、菜价飙升等生活不便，而近期不断发酵的疫苗特权更是引发民愤。周一，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公布，新增185例新冠确诊病例，均为本土个案，新增15例死亡个案，累计死亡总人数达452人。事实上，这也是岛内连续第2天确诊人数跌破200。不过，在周日这一数字首次出现时，陈时中竟然宣告这是所谓好消息。整体看起来，这疫情的趋势案例确实渐渐在减少那我们也感到很高兴。陈时中的感到高兴一说，立即引发岛内网友围剿。确诊人数下降，死亡人数有下降吗？很高兴吗？目前，新冠疫情在岛内的致死率达到3.2%，远高于全球的2.17%。台北市长柯文哲就曾提醒，岛内很多新冠死亡人数没加进来，未来也会校正回归。5月中旬以来，台湾疫情陡然升温，当局呼吁民众端午假期暂缓返乡，并要求大众运输搭载率需控制在2成以下。台铁、高铁、城际客运随之出现退票潮，高铁站载客率惨剩1成。4周商店灯还亮着，但是始终没有旅客上门消费，这些店家干脆缩短营业时间。8点，是比之前还早。营业时间就客流量没有很多，就一定会滞涨。基本上每一家都会有。不止高铁站，你可以看到台铁车站新乌日这边是一片空荡荡，没有人潮。那可以看到旁边呢，就连商家也都是缩短营业时间，避免多余的成本。疫情未化解，疫苗又跟不上。更让岛内民众气愤的就是近期不断发酵的疫苗特权。据岛内媒体报道，因为疫苗严重短缺，在医护人员都未完全接种的前提下，有地方官员、名人和企业高层竟然靠特权插队接种疫苗。不久前，岛内媒体圈爆出一份特权疫苗名单，包括民进党云林县议员邱世文、蔡月如及时代力量的廖玉贤，皆承认已经施打疫苗，并为此道歉。早前，台北市一家诊所还被曝违规替不符合资格者打阿斯利康疫苗，台北市宣布对其重罚200万新台币，并终止其疫苗注射合约。另有5家诊所也被指是靠关系获得疫苗，并违规扩大接种范围。竟然利用这个特权，然后去插队，然后因此而打到这个疫苗。到底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很有默契纷纷接种一种名为贪婪自私的这个疫苗？疫苗特权事件引爆岛内社会对立。蔡英文虽然一再向民众喊话，轮到你再去打，但效果有限，无法解决民众的疫苗焦虑与对疫苗特权的愤怒。台北市长柯文哲批评，如果疫苗足够，台湾怎么会出现疫苗特权现象？当地时间周日，以色列议会通过新一届政府组建方案，同意右翼联盟领导人贝内特出任总理，结束了以色列政坛常青树内塔尼亚胡连续12年的总理生涯。当地舆论认为，失去总理职位后面临涉嫌贪腐诉讼的内塔尼亚胡，为避免牢狱之灾或展开政治反击，加上执政联盟各党派意识形态及社会政策取向差异较大，新政府能否稳定运行尚需观察。贝内特是以色列建国以来第一位宗教正统派总理，持有极右翼的立场。他经常称自己比内塔尼亚胡更右。他支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建立定居点，反对巴以两国方案。他曾以安全原因为由称，巴勒斯坦建国对以色列而言就是自杀。2006年，贝内特正式踏入政坛，成为了当时反对党领袖内塔尼亚胡的幕僚长，并深得信赖。不少媒体将贝内特称作内塔尼亚胡的门徒。除工作层面外，两人在私交层面也来往密切。贝内特将自己的长子取名为尤尼，以纪念内塔尼亚胡殉职的同名哥哥。
但耐人寻味的是，尽管贝内特与内塔尼亚胡有着相似的政治理念，但在内塔尼亚胡将自己排除在了联合政府名单之外以后，这位昔日盟友便倒向内塔尼亚胡最大的对手，拥有未来党领袖拉皮德。אנחנו בפתחם של ימים חדשים, תלאות, וזו לא מילה מוגזמת במקרה הזה, תלאות ההקמה של ממשלת האחדות מאחורינו, ועכשיו אזרחי ישראל כולם נושאים אלינו את עיניהם, וחובת ההוכחה עלינו. אנחנו נפעל יחד בשותפות ובאחריות כדי לאחות את הקרע בעם, ובאופן מיידי להחזיר את המדינה לתפקוד סדיר אחרי תקופה ארוכה של שיתוק, של מריבות.新政府由8个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政党组成，占国会120个议席中的61席，成员横跨左翼、右翼、中间派与阿拉伯政党，这也是以色列历史上首个有阿拉伯政党参加的政府。新政府成立后，总理由鹰派人物贝内特担任，拉皮德任副总理兼外长，两人将在约2年之后进行职位轮换。英国卫报分析认为，由于拉皮德领导的联盟内部存在重大的政治分歧，新的联合政府将是一个脆弱的执政联盟，其政治派系和主张有天壤之别，随时可能分崩离析。英国金融时报也指出，新组建的联合政府不过是由一群反对内塔尼亚胡的人组成的不稳定集团，很大程度上会是一个软弱政府，除了反对内塔尼亚胡外，他们几乎难以达成共识。我个人认为，恐怕这个问题很难解决，闹不好这个内塔尼亚胡下台，内塔尼亚胡这个被卷入牢狱之灾之后，这个8党的联合政府很快就会瓦解，很快就会由于他们的主张的截然对立而这个分道扬镳，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与此同时，倒台的内塔尼亚胡将继续担任所属利库德集团的领袖，该党占国会30席，成为最大的在野党。内塔尼亚胡在周日晚猛烈抨击称，贝内特正在开创一个先例，只有6个席位的政党领袖竟然可以在有120个议席的以色列议会上充当总理。贝内特是一个站在针尖上的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他将很快重新掌权。שמעתי את בנט, לצערי אין לו את המעמד הבינלאומי, אין לו את האמינות, אין לו את היכולת, אין לו את הידע. מעל הכל אין לו ממשלה ואין לו מילה שתאפשר לו התנגדות אמיתית. ומכל ההבדלים, ויש רבים, בינינו לבין הממשלה המיועדת, זהו ההבדל החשוב והגורלי ביותר לעתיד ישראל. ראש ממשלה בישראל חייב להיות מסוגל להגיד לא לנשיא ארצות הברית בנושאים שמסכנים את קיומנו ולגבות זאת בפעולה מסיבית בקונגרס, בסנאט ובדעת הקהל בדמוקרטיה הגדולה שהיא ארצות הברית. 从2009年至2021年，内塔尼亚胡连续执政的12年里，给以色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内塔尼亚胡主政期间，以色列虽然迎来其建国以来最为和平稳定的一段时期，但以色列社会也加速了右倾化趋势，同时巴以和平进程也陷入停滞状态，甚至严重倒退。此外，内塔尼亚胡任内贪腐丑闻缠身，下台之后失去作为总理的影响力和特权，内塔尼亚胡甚至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但有以色列分析人士指出，即便内塔尼亚胡不再担任总理，也不会销声匿迹，他可能会以反对派领袖的身份继续活跃在政坛。一旦联合政府倒台，他可能会东山再起。内塔尼亚胡我们知道他这个官司缠身啊，今后会怎样做？他会不会还东山再起？我个人认为，主要还是取决于对他的这个调查如何。如果他能够躲过这种牢狱之灾，那他在东山再起的可能性还很大，因为他所在的这个政党中，他的这个威信还很高，没有人可以取代他。再一个，他的这个年龄还71、2岁，还
正是能够干事业的这个时候。国际方面，和以色列关系密切的美国立刻承认了以色列新一届政府。美国总统拜登在投票通过后不久就祝贺新总理贝内特当选，随后与他进行了通话，并发表一份官方声明，希望与以色列新总理加强合作，其中对内塔尼亚胡只字未提。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总理默克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也向以新政府发来贺电，但巴勒斯坦却对以色列新政府反应冷淡。哈马斯发言人巴尔胡姆表示，以色列政府的变化并不会改变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看法。有观察指，短期来看，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和对巴以问题的看法并不会因内塔尼亚胡的下台及政府轮换而受到影响。在外交上，以色列新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与美国的关系。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强有力的这个盟友，美国不会放弃。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个人认为，由于这个新组建的这个8党政府一开局，它是由极右的势力来控制的，那么它仍然会在外交上推行内塔尼亚胡时期的这样一种对巴以政策采取强硬态度这样的一种态势。因此呢，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方面，不会有很大的进展。美国呢对此呢也不会有太大的作为。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先生。随着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贝内特成功组阁并出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12年的统治宣告结束。那您是如何来展望以色列政局？等待内塔尼亚胡的会是什么呢？是的，美西，一票之差，万事皆空。随着西方各国领导人陆续拨通贝内特的电话并送去祝福，政治强人内塔尼亚胡最终终于还是糊了。在周日的这个议会投票尘埃落定之后胜利者贝内特走向内塔尼亚胡，两个人握手，象征权力的交接。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个瞬间，不少通讯社似乎刻意是选登了内塔尼亚胡在握手的瞬间闭上眼睛的那一张。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在最后一次以总理身份进行演讲时这棵政坛常青树放话，他说：“我很快就会回来。”用内塔尼亚胡的话说许多人背叛了他。说的再直白些，就叫众叛亲离。仔细看看以色列新一届政府名单，曾与内塔尼亚胡站在同一阵线的人可不在少数。尤其是出任总理的贝内特，早在2006年内塔尼亚胡还是反对党领导人的时候，贝内特就是他的幕僚长。这是一个师徒反目的故事。攻守易位，利库德集团如今成了在野党。内塔尼亚胡扬言要变成反对派，继续战斗，推翻现在这个糟糕的政府，最终重新执政。但我个人认为呢，内塔尼亚胡首先需要担心的是，新一届政府会不会在他涉嫌贪腐的问题上发起新一轮围攻？失去权力盔甲保护的他，恐怕难以像前几年那般从容淡定了。内塔尼亚胡说，伊朗正在弹冠相庆，因为他们意识到现在的以色列落在一个软弱的政府手里。我觉得这句话也不一定准确，因为贝内特作为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的政治代言人，他在犹太人定居点计划的这个立场，恐怕比内塔尼亚胡还要激进。但换个角度去看，这一届联合执政的以色列政府在政治光谱上的确分布有一些复杂。新执政联盟由8个意识形态各异的政党组成，不仅跨越了左、中、右，甚至还头一回包括了这个代表阿拉伯人利益的政党拉姆党。他们的最大公约数是推翻内塔尼亚胡，但是随着这个目标的实现摆在他们面前的不是一个十字路口，而是许多个十字路口。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